各位朋友，中国曾经有公知四大名著，什么读者、译林、知音、青年文摘，是吧？那个时候呢，那些可以说是西方的小故事毒害了一代年輕人。不過呢，現在的這屆網友呢是真行，已經對這些所謂的公知美國小故事都免疫了。就是現在中國還有這些古墓派的公知，比如說已經七老八十了的易中天，在2026年了還講美國的這種過去的讀者譯林式的小故事呢，結果呢被中國網友都給錘爆了中國的著名網友這個胡律師就說了，這個易中天你現在2026了還在吹美國的契約精神，你不是太可笑了嗎？易中天當年的品三國系列，很多人呢至今呢仍是耳熟能詳。不過呢，除了對文學作品的解讀，易中天也有一些經典語錄讓人印象深刻呀。這個經典語錄自然有些年頭了，各位呢也想必在其他地方聽過原本呢不必再特意說一遍，但是呢這兩天呢發現易中天在這段時間裡仍然堅持那種譯林讀者式的小故事，這讓人非常震驚了。既然如此吧，這個易中天又說了什麼著名的小故事嗎？第一個呢，就是他常說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原話大致是，我非常盼望我們的憲法能夠寫上個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這是我的破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同樣，每個人內心深處也有一所破房子，這種破房子叫人格，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它的前提是私有財產的保護，因為一個人只要擁有了獨立的財產，才可能有獨立的人格。說實話，這段話吧，先不論目前的回旋鏢，單就邏輯上就讓人非常的費解。回旋鏢大家都明白了吧？比如說美國FBI 上門呢，這個槍殺了一名發帖威脅拜登的75歲老人美國可是一個充分這個尊重言論自由的公知們的天堂對吧？再比如說 FBI 強行衝進院子裡射殺退伍老兵，又比如說 ICE 強行入戶殺人，這段時間呢，大家這種事兒呢天天看那是國王不能進，但是 FBI、ICE 這些隨便進，怎麼就光防着國王了呢？易中天的邏輯說希望憲法寫上個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是中國的憲法裡本來就明確寫着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怎麼沒加上神聖二字兒就不算數了？還有一個區別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徵收或者是徵用並給予補償。如果他反對的是這一條，那本質上還是西方絕對個人主義的一套，直接說不就行了嗎？西方為什麼這個基礎設施一直都是破破爛爛搞不動呢？那不就是因為絕對的個人權利嗎？是不是如果這算是他個人的觀點就很好奇了，這和所謂的獨立人格有什麼關係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講的是經濟自由才有思想獨立，那還好說。可現在他說的是法律，是制度，沒有個人財產，人格權就不受保護了嗎？這段話分明是在堆砌名詞兒，沒有任何的邏輯關聯呢。還真好奇，到底是哪個國家的現行憲法裡真的寫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呢？搜了一下，也就法國的憲法在序言裡邊引用了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的內容，但是到了法國的憲法正文同樣明確寫着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須時，且在公平預先賠償的條件下。實際上呢，核心觀點都一樣，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但需要為公共利益讓步，即便是讓步也要有合法的補償。所以這個易中天看的到底是哪國的憲法才得出這個結論？難不成是理想國的憲法？三國的憲法？
還有啊，易中天對西方文明的崇拜，他說西方现代文明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强势的文明，它的影響力最大，以至于世界各国幾乎都無法離開西方現代文明而生活，包括我們用的麥克風、PPT、視頻、電腦、手機都是西方科學技術的成果，幾乎全世界都在吃麥當勞、肯德基、穿牛仔褲、用互聯網，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文明。說實話，這個論調啊，這個不否認啊，西方在近代科技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一方面科技並不是文明的全部啊，只是文明的一部分啊。近代科技的發展成功並不完全代表着文明的高低啊。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各個方面都在迎頭趕上，很多領域都已經完成超越，佔據了領先地位，這恰恰體現出了中華文明的韌性啊。如果說這些都是西方發明的，那我們現在領先也沒有用，人家發明的就代表人家厲害，那就不妨說四大發明嘛。如果這麼說的話呢，一定有人會說了，你就會翻舊賬啊，只會提這個。可問題是那些無視中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覺得西方先發明出來就代表西方文明領先的人，他們的邏輯和認為有了四大發明才讓西方科技有了出現的基礎的人有多大區別呢？這都是易中天多年前說過的話。那個年代啊，歐美確實也是領先中國頗多，思想滲透也是厲害，是一群公知上蹿下跳最兇的時候。那時的信息沒有現在這麼通暢，加上巨大的經濟差距，不少普通人對歐美有濾鏡，不難理解。像易中天這種教授級別的人物啊，說實在的，他就不應該有這個濾鏡啊，因為他是蠢呢，還是壞呢，還是見識不夠呢？他不是普通人吶。沒想到啊，萬萬沒想到啊，都2026年了，易中天居然還能在公共場合講意林讀者式的小故事啊。前兩天我給大夥也放過了啊，易中天說西方社會稱兄道弟沒有用，因為他們的人與人關係是靠契約啊。我們請美國律師吃飯啊，前兩天我給大夥說過這個事兒了啊。2025年12月在一個公開活動上演講的。2026年了，還能聽到美國人不講人情世故，靠契約精神維繫社會，真的是相當的幽默了啊，對吧？這種這個讀者意林的小故事模板還有市場嗎？啊，各位，哎，這種年代，一個文化著稱的知名人士還能編這種故事，講這種論調，這是純抽象啊，朋友們。易中天啊，之前編了一部動畫電影叫《三國的星空》，在那部電影裡邊，亂世奸雄曹操完全成了一個忠君愛國、仁義無雙的白蓮花。易中天貶低了一輩子的劉備，誇了一輩子的曹操，結果搞了部大電影，把自己心中的曹操寫出來，卻寫成了劉備啊。易中天呢，是硬要把對的東西安在錯的人物身上，就像他對美國的吹捧完全不符合美國現狀，美國對民眾的兜底和保護遠不如宣傳的那樣，滿大街的流浪漢，沒有任何獨立人格可言，斬殺線隨時懸在頭頂，是吧？而易中天認為沒有強調私有財產的中國，而這邊的扶貧工程從沒有斷過，兜底政策各種保護一直在做，這就很像易中天編劇的那部電影了，想誇曹操，結果心目中理想的曹操卻都是劉備做的事兒啊。所以這一屆的網友那是真不好忽悠了。這一屆的網友說，有人還是易中天的粉絲呢，還誇易中天呢。易中天是為數不多的保持文人風骨和當代節氣的學者，好吧？底下的網友就直接說了，2026年了，還能講意林的小故事，的確不多了呀，是吧？
底下這位說，西方的契約精神是這樣的，當他們的實力明顯高於你的时候，講契約精神，當他们的實力不如你的時候，就用強盜的手法了。他是個研究古代文學的作者，他在幹嘛呀？西方還是很講契約精神的，這一點你要承認。當契約對他們有利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所有人遵守契約；當契約對他們不利的時候，他們會廢除契約，訂立新契約，強迫所有人遵守。這就是西方的契約精神。他說易中天哗众取寵，稱不上學者，對吧？綁架馬杜羅怎麼個契約法啊？子彈可以進，國王不能進，子彈可以進，好吧？這一屆的中國網友真行，忽悠不了了。原来那些公知大侄子在我們急速發展的这些年里做了这麼多的貢獻，還真的是小看他們了。你們以為我說的是反話，還真不是。看看美國的專家是怎麼說的吧。美國對華戰略的失誤是因為美國根本就不了解中國，而這種錯誤的判斷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那就是我們自己在借用媒體之手包裝關於中國虛假敘事的時候，無論說的多難聽，他們的政府反應都很平淡，有的時候都懶得解釋，而整個中國的輿論氛圍卻是一邊倒的向着美國。去看看吧，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康燦雄、阿聯酋沙加美國大學助理教授黃兆熙和美國喬治敦大學助理教授澤諾比亞在國際安全季刊上發表了《中國想要什麼》，裡面就說了，美國對中國的錯誤判斷本質上是其受自身霸權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加上西方媒體長期負面抹黑宣傳，導致其難以客觀看待中國的發展和訴求。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是怎麼做的？輸出它的意識形態，通過留學生、各種書籍、影視形成洗腦神器，在這個過程中還伴隨着經濟的滲透。等到大環境的意識形成以後，先是撤離投資，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然後顏色革命走起，再找個借口大軍壓境，更迭政權，最後一切為他所用。經濟滲透、大軍壓境、科技壓制，這個我們都知道，這麼多年哪年見不到相關的報道？但是意識滲透並且形成了他們認為已經一邊倒的向着美國的意識環境是哪兒來的？怪不得這麼多的公知大侄子、反賊二狗子在網上叫囂這麼多年都沒人管，原來是因為要演給美西方看的。這幾十年來啊，網絡環境烏七八糟，反而是造成了美西方錯誤的認為我們已經是他們想的那個樣子，而真正流血流汗為祖國的高速發展埋頭苦幹的人們也沒時間去網上浪費時間，人家在研發導彈、衛星、空間站、航母、電磁彈射、5代機、6代機等等等等。就像美國人自己說的，等他們發現判斷已經完全錯誤的时候，已經晚了。但是現在還需要這些每天都在網上狂犬吠日的敗類叫囂嗎？當然已經不需要了。隨着國家在各個方面的日新月異，無論是軍事、科技、經濟各個方面都已經形成了碾壓的態勢，輿論環境需要的就是一片晴朗的天空。現在不是已經開始整頓了嗎？不着急，慢慢的，這些怪話連篇、腦回路清奇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少，留給這些公知大侄子的時間那是真的不多了呀。那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個易中天還起到了戰忽局的作用嗎？不過易中天物理上的時間真的也不多了吧。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